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逍遙央視首播奪冠，譚松韻、侯明昊演繹妖王之戀，能否打破仙俠審美疲勞？譚松韻分飾人族公主與半妖少女，與侯明昊飾演的銀髮妖王共闖萬妖谷。當探14側年儀遇上妖界謎題，一場打破仙俠套路的奇幻冒險就此展開。首播收視登頂，特效壁紙極精良，更有人妖不易的深度人性思考。粉嫩俏皮的少女手持探14側年儀與踏印毛刷闖入妖界，一場因玉李神拳引發的3界風波正在開啟。觀眾發現仙俠劇也可以不再只有三生三世的輪迴宿命。鏡頭前，歲夢仙君向天聖地托夢警告，紅葉即將復甦，若他先飲下玉李神拳，人族便暗無天日。這一開場，瞬間將觀眾帶入人族與妖族百年恩怨的奇幻世界。12月27日，由譚松韻、侯明昊主演的仙俠劇《逍遙》在央視8套及網絡平台同步首播，不僅拿下同時段收視第一，網絡熱度更是直線飆升。01首播佳績，《逍遙》播出首日表現堪稱亮眼，在央視8套午間檔播出，輕鬆拿下同時段收視率第一的寶座。儘管是午間檔期，且是央視少有播出的仙俠類型，這個成績仍然令人矚目。線上平台表現同樣不俗，愛奇藝等主流視頻網站熱度迅速破8000。該劇預約人數突破6000萬，首播當日甚至一度擠崩服務器，這樣的關注度在年末劇集市場中尤為突出。02製作實力，逍遙背後是一支實力雄厚的創作團隊。導演徐紀周曾執導2023年爆款刑偵劇《狂飆》，此次首次嘗試仙俠題材，令人期待他能帶來的新鮮視角。趙麗穎除了客串飾演反派歲夢仙君，還首次擔任劇集監製，深度參與劇本創作和選角工作。製作方請來了《流浪地球2》的特效團隊操刀視覺效果。首播集中，萬妖谷的呈現、小妖怪的細節設計都展現出精良製作水準，有觀眾評價特效每一幀都能當壁紙。03角色塑造，譚松韻在劇中一人分飾兩角，前世是肩負人族使命，手刃妖王的人族公主寧安，今生則是古靈精怪、愛財如命的半妖少女逍遙。這種反差極大的角色設定，讓觀眾看到了她在仙俠劇中的全新突破。侯明昊飾演的萬妖之王紅葉，有着銀髮赤瞳的造型，與100年前曾遭背叛的經歷形成強烈反差。這一冷峻中帶着破碎感的角色，不同於傳統仙俠劇中單一的霸道形象，更添幾分人性複雜度。劇中配角同樣亮點頻出，汪鐸飾演的秉燭作為飛羽未斬妖使，有着因妹妹被妖害死的悲劇過往，角色動機合理且情感豐富。花妖大力和豬妖囉囉等小妖則用可愛的形象打破了觀眾對妖族的刻板印象。04題材突破，在人設上逍遙做出了一系列反套路嘗試。女主角逍遙不是傳統的戀愛腦或傻白甜，而是個能搞事業、破懸案的闖妖界考公型女主。劇中逍遙進入萬妖谷後，不僅靠着自己的智慧生存，更用現代考古學的探14側年儀、踏印毛刷等工具破解妖界謎題。這一設定令人耳目一新。在情感關係上，該劇摒棄了非黑即白的簡單對立，人族、靈族、妖族三方圍繞玉李神拳的博弈，充滿人性灰度的現實思考。反派角色如趙麗穎飾演的歲夢仙君，也有着曾守護蒼生卻遭背叛而黑化的完整前史。05與同類型劇的對比，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經典仙俠劇相比，逍遙打破了三生三世的慣用套路，故事線索更加緊湊，更注重當下人物關係的遞進與世界觀建構。
對比同期或近年來的仙俠劇《沉香如屑》，曾因劇情沒有新意、套路式的情節和千篇一律的角色設定被觀眾批評，而限於雖嘗試了鹹魚流的反套路仙俠輕喜劇路線，但在改編和人設上仍面臨爭議。逍遙在這些方面做了更多創新嘗試，它融合了仙俠、探案、輕喜劇等多種元素，並借助纏枝連紋樣破陣法、鳥蟲傳解冤案等傳統文化符號，增加了劇集的知識性與文化底蘊。在情感表達上，該劇避免了冗長的虐戀鋪墊，紅葉與逍遙的情感進展自然流暢。從因妖族紅線被迫綁定，到他在鬧他在笑的日常相處，再到共同面對危機，情感升溫節奏恰到好處。06潛在爭議。儘管逍遙開播後收穫了不少好評，但也有觀眾指出劇中部分設定與其他作品有相似之處。例如，逍遙血液有異香能吸引妖怪的設定與花千骨類似，紅葉給逍遙吊墜隨叫隨到的情節與鬼怪有異曲同工之處。不過，更多觀眾認為這些常見設定在仙俠劇中難以完全避免，關鍵在於如何運用這些設定服務於獨特的故事和人物。逍遙在這些設定基礎上構建了自己的世界觀和角色關係網絡。節奏把控方面，前幾集的萬妖谷日常生活部分被部分觀眾認為略顯低幼，但隨着劇情推進到人族少女失蹤等單元案件，劇集節奏明顯加快，懸疑感和緊張感也隨之提升。隨着首周劇情的展開，萬妖谷的危機逐漸浮出水面，人族少女失蹤案牽引出更深的陰謀。紅葉口是心非的保護與逍遙勇敢堅定的選擇，正在編織一幅跨越種族界限的情感畫卷。在妖界與人族的邊界線上，一場關於信任與背叛、守護與成長的博弈才剛剛拉開序幕。那把富有秉燭妹妹彈而魂魄的噬妖刀，不僅串聯起人族與妖族百年恩怨，更可能成為解開所有謎團的關鍵。銀髮赤瞳的妖王與手執考古工具的少女，已經為觀眾打開了一扇通往新奇仙俠世界的大門。2. 譚松韻真是一言難盡，做人不能太逞強，做演員亦如此。最近譚松韻在仙俠劇《逍遙》中的表現被審判了，她飾演的逍遙因演技和原聲台詞引發不小爭議，厚重偏現代感的嗓音與角色機靈搞怪的人設明顯不符，聽着特別出戲。如今35歲的譚松韻保養得不錯，但是刻意表現少女的天真爛漫依然尷尬不已。網友評價她又老又小，儀態、動作、演技都不在線，靈氣全無。這一次，譚松韻的演繹確實一言難盡，太逞強了。演員是個特殊的行業，也是個一眼能看穿的行業。年齡感這個東西是沒法掩藏的，演員更是要服務於角色，要懂得讓步。據說孫儷也曾爭取在《甄嬛傳》裡使用自己的聲音，但是聽了專業的配音後，瞬間服氣，也成就了甄嬛這個經典角色。演員的表演很重要，聲音也同樣重要。譚松韻的音色確實太粗太現代感了，如果能使用配音，也能彌補年齡感帶來的不適，現在被吐槽也不算冤。回看譚松韻的演藝之路，那張靈動的娃娃臉就是她的獨特標誌。《甄嬛傳》裡天真爛漫的純貴人，最好的我們靈動自然的耿耿。錦衣之下裡俏皮可愛的袁今夏，以家人之名中樂觀堅強的李尖尖，都是憑借她獨有的少女感獲得了觀眾的認可。導演鄭曉龍評價譚松韻身上有種未經雕琢的純真，很貼角色。然而也正是因為她的可愛形象限制了她的戲路。她的幼態臉確實很有觀眾緣，但是一些複雜深沉、更有層次感的成年女性角色就明顯差點意思。譚松韻曾表示自己也想撕掉可愛的標籤，但是效果都不盡如意。這次譚松韻首次挑戰逍遙劇，顯然來得有點晚。
尷尬的音色，又老又小的難看，一成不變的演技將他的缺點集中暴露，以前的表演方式似乎都失靈了。娃娃臉真的很難突圍嗎？倒也不見得。譚松韻可以參考下趙麗穎的戲路，同樣是娃娃臉，以可愛出圈，如今扎根現實題材，同樣備受好評。從花千骨到知否，再到風吹半夏，每一次的轉型都毫不眷戀，該捨棄的果斷捨棄。年輕的時候要勇敢，拼命學本領，往自己身上加東西。到了中年也要勇敢，學會放棄，從身上撿東西，這樣才能收穫新的得到。年紀越大愈發明白，萬事萬物都有兩面。以前的譚松韻長相甜美，身材嬌小，飾演靈動少女是她的優勢。如今年齡來了，演技模式化嚴重，厚重的聲線更是削弱了角色的表現力。這不是我們太挑剔了，而是演員該有的基本素養。如何讓角色更鮮活、更完美展現，而不是角色到手卻不珍惜，演一個毀一個。演員一直是個令人羨慕的職業，只要混出來了，就可以一直演下去。年輕時演少女，體驗疊加的戀愛感受；中年時通過角色道盡生活的酸楚；到了老年，又能和角色一起感悟生命的無常。35歲不是一個需要硬撐少女感的年齡，而是可以沉澱下來，找尋更多內心戲，詮釋更複雜的成年人生的黃金時期。隨着年齡感的增加，角色應該更有質感、更有厚度，而不是繼續複製可愛，帶給觀眾低幼無聊、萌蠢天真的觀感。譚松韻向來以可愛出圈，如今年齡不小了，還要在這條路上一直走到底嗎？譚松韻確實該醒醒了。做人能始終保持可愛的底色，但是做演員執着於逞強只會困住自己。往前探索很難，但是跨過去了，腳下的路就會越走越寬。演員的成長之路如此，我們平凡生活裡的奔赴也是一樣啊。